读书时大家拼的是智商，工作后大家拼的是情商，而到了人生后半程才发现，比智商、情商更重要的是能量。冯唐老师曾说，到了人生后半程才发现，比智商、情商更重要的是能量。这句话初听时只觉得是句漂亮的鸡汤，直到我在职场摸爬滚打10几年，见过了无数聪明人的陨落和普通人的逆袭后，才惊觉这简直是人生的终极真相。你好，我是所长。年轻气盛时，我总以为这个世界是留给聪明人的。那时候我迷信智商碾压，觉得只要脑子好使，嘴巴会说，就没有搞不定的事。我曾凭借着一股子拼劲，从双非逆袭考上985，又在职场上杀出重围，做到公司中层。随着年岁渐长，位置越高，我越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，那些真正走得稳、走得远，甚至在危机时刻能转危为安的人，往往不是最聪明的，也不是最圆滑的，而是能量最充足的。日子过好的关键，从来不是你手里有多少张王炸，而是你能否扛住压力不垮，稳住心态不乱，把有限的能量精准地投放在该用的地方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能量才是你最核心的硬通货。我们常说核心竞争力，很多人以为是学历、是技能、是人脉，其实能量才是所有能力的底层支撑。这就好比你手里拿了一台顶配的 iPhone 15 Pro Max， 芯片再强，屏幕再好，如果电池只有 1% 的电量，它也就是块昂贵的板砖。人也一样，没有能量做支撑，再高的智商会因为焦虑而短路，再高的情商会因为疲惫而失控，再强的逆商也会在长期的拉锯战中崩盘。能量对人生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。首先，能量决定了你是一场100米冲刺的选手，还是马拉松的赢家。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拼的不是爆发力，而是耐力。短期爆发靠的是肾上腺素，靠的是天赋和运气。比如大学期末考前通宵突击拿了个 N， 或者为了赶项目熬了3个通宵，但这都不可持续。长期坚持必须靠能量。我身边有不少朋友，每到新年就立 flag， 今年我要瘦20斤，我要写完一本书，我要学会一门外语。刚开始那周激情满满，装备买了一堆，可过了1个月你再看，健身卡落灰了，文档没更新了，单词书停在第1页。是他们没有技巧吗？不是，是他们能量枯竭了。身体扛不住高强度的自律，心里抵不住想躺平的诱惑。我想起我的一位前同事老张。老张是那种典型的高开低走型选手，他才华横溢，点子多，反应快，刚进公司时是所有人眼里的明日之星。每次开会，他都能抛出惊艳全场的创意。但老张有个致命的弱点，能量极不稳定。他像一辆油箱漏油的法拉利。项目刚开始时，他能连续3天不睡，兴奋得像打了鸡血。但这种亢奋状态维持不过1周，紧接着就是长达1个月的低迷期。在低迷期里，他整个人像被抽了魂，反应迟钝，情绪暴躁，甚至连基本的考勤都无法保证。最后，那个原本属于他的晋升机会，给了一位看似平平无奇，但10年如一日稳扎稳打的同事。那位同事没有老张那么耀眼的才华，但他像一台精密的德国机器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能保证每天8小时的高质量输出。哪怕家里人生病，股市大跌，他在工位上依然是那副雷打不动的专注模样。这让我深刻意识到，才华是把快刀，但能量才是那个持刀的手。手不稳，刀再快也伤己。其次，能量直接决定了你的决策质量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连续加班半个月，身体极度疲惫，因为老板一句轻飘飘的批评，你瞬间崩溃，脑子一热就提了离职。
事后冷静下来才发现，其实那份工作前景很好，老板也只是就事论事，而自己因为能量耗尽，情绪失控，做出了一个极其短视的决定。这就是低能量决策。当一个人能量低的时候，他是被情绪劫持的，他的视野会变得极窄，只能看到眼前的痛苦和不爽，根本无法调动理智去思考长远利益。而那些高能量的人，在面对同样的危机时，他们能迅速将自己从情绪的泥潭里拔出来，他们有足够的心理电量去复盘、去分析、去寻找解决方案。他们做的决定是基于事实和逻辑，而不是基于那一瞬间的委屈。最后，能量其实是你最好的名片。你的能量水平是写在脸上，是藏在语调里的，是直接辐射给周围人的。公司里有2种截然不同的人。第一种人，精力充沛，眼神有光。任务来了，他第一反应是怎么搞定。遇到问题，他主动沟通，不推诿，不抱怨。跟他在一起，你会觉得踏实，觉得有希望。第二种人，总是睡眼惺忪，一脸苦大仇深，做事拖沓，推一下动一下，遇到问题先叹气，再抱怨，最后甩锅。跟他在一起，你会觉得累，觉得压抑，仿佛身上的力气都被抽走了。如果你是老板，你会把那个至关重要的 S 级项目交给谁？如果你是同事，你更愿意和谁搭档？答案不言而喻。高能量的人自带靠谱磁场，他们不仅能 nourish 自己，还能赋能他人，机会自然会像潮水一样向他们涌来。而低能量的人不仅自己内耗，还在不断消耗别人的能量，最终会被机会和好运默默疏远。所以别再只盯着技能证书看了，能量才是决定你人生高度的核心变量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守护好这珍贵的能量呢？很多人越活越累，本质上是因为他们的能量漏了。我们需要像守财奴一样，守护好3种核心能量：身体、情绪和认知。第一道防线，身体的能量。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，但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真理。身体是所有能量的物理载体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我见过太多年轻时的拼命三郎，为了业绩拿身体当消耗品，熬夜、酗酒、外卖、久坐，仗着年轻底子好，透支未来。结果呢？刚过30岁，失眠、脱发、3高接踵而至。原本该是事业黄金期，却不得不把大量时间和金钱花在跑医院上。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痛苦，最是折磨人。而那些真正的高手，都把自己当成顶级运动员来管理，他们把睡觉、吃饭、运动看得比工作还重要。我认识一位上市公司的高管，每天雷打不动地保证7小时高质量睡眠，每周3次晨跑。不管工作多忙，中午都要午休20分钟。他说，这不是偷懒，这是为了下午能有高质量的决策。哪怕到了中年，他们依然精力充沛，眼神清亮。他们有底线扛住职场的风浪，也有余力去享受家庭的温情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个残酷的现实：能量的匮乏，往往最先报复在最亲近的人身上。很多职场精英在公司里是雷厉风行的能人，到家却变成了沙发土豆。他们把所有的耐心、微笑、包容都留给了客户和老板，把最疲惫、最冷漠，甚至最暴躁的一面留给了伴侣和孩子。爸爸，陪我玩积木。去，爸爸累死了，找你妈去。这种对话是不是很熟悉？这不是他不爱孩子，是他真的没电了。他的能量条在下班那一刻已经归零。长此以往，家庭氛围变得压抑冰冷，最终反噬他的事业。而那些懂得管理身体能量的人，即便工作再忙，也会在进家门前在车里独坐10分钟，做几个深呼吸，把职场模式切换成家庭模式。
用仅存的电量点亮家里的灯火。第二道防线，情绪的能量。情绪是能量的泄洪口，如果不加控制，一次情绪爆发能耗干你一周积攒的能量。每个人都会遇到糟心事，方案被毙，客户刁难，出门踩狗屎。低情绪能量的人会把这些小事无限放大，变成跨不过去的坎。被老板批评一句，能纠结3天，他是不是针对我？我是不是能力不行？我是不是要被裁了？这种无休止的内耗，就像手机后台运行的几十个耗电 App， 迅速把你拖垮。高情绪能量的人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拥有极强的止损能力。他们懂得把事和情分开。被批评了，深呼吸，承认不舒服，然后迅速切换频道。老板批评的点在哪里？我怎么改？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启发？他们不会把情绪传成定时炸弹，也不会把情绪当成垃圾随意倾倒给家人。他们清楚，情绪发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有解决问题才能真正消除情绪。第3道防线，认知的能量。这是人与人拉开差距的分水岭。认知能量是指你持续学习、保持好奇、接纳新观念的能力。在传统行业里，我见过太多老油条，工作10几年，经验其实只有第1年，剩下9年都在重复。他们拒绝学习新技能，抵触新工具，嘴边挂着我都这把年纪了，学不会了。等到行业巨变，数字化转型浪潮袭来时，他们是最先被淘汰的一批人。那种无力感，是因为他们的认知能量早已枯竭，无法适应新的环境。而注重认知能量的人，永远处于贝塔版状态。他们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，看行业前沿，学 AI 工具，研究短视频逻辑。他们敢于推翻昨天的自己。守护认知能量，关键在于不设限。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，永远准备好重塑自己。我认识一位60岁的阿姨，退休前是国企会计。按理说，这个年纪该跳广场舞带孙子了，但她不。她发现现在年轻人都在玩短视频，她不仅没有斥责这是玩物丧志，反而买来支架和补光灯，从零开始学剪辑，学运镜。一开始，身边全是冷嘲热讽，一把年纪了，折腾什么？能有人看吗？他乐呵呵的不理会，遇到不懂的就去问孙子，或者在网上买课学。半年后，他的账号做到了几10万粉丝，接广告接到手软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整个人容光焕发，和20几岁的年轻人聊起天来毫无代沟。他说，人老是从觉得自己懂完了那一刻开始的。只要还在学，我就还是个学生，学生怎么会老呢？这就是顶级的认知能量，它能跨越生理年龄的限制，让灵魂永远鲜活。这3种能量是相辅相成的。身体垮了，情绪一定好不到哪去，情绪崩了，认知就会变得狭隘偏激，认知固化了，人就会变得暮气沉沉，身体也会跟着衰败。只有同时守护好这3种能量，你人生的油箱才能始终满格。知道了道理，具体怎么做？分享4个我亲测有效，并且每天都在践行的方法。第一，主动靠近滋养型的人。这不仅仅是社交，这是在借势。有句话说得很扎心，低能量的人消耗你，同频的人鼓励你，高能量的人唾弃你。选择跟谁在一起，就是选择了一种能量场。试着回想一下，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，每次跟他聊完天，你都觉得天更蓝了，思路更清晰了，觉得自己好像无所不能。这就是滋养型的人，他们聊的是如何破局，而不是生活好难。他们做的是即可行动，而不是反复纠结。不用刻意去讨好大佬，只需主动靠近那些积极、自律、有生命力的朋友，多和他们喝咖啡，多听听他们的思考逻辑。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会重塑你的能量结构。反过来，对于那些整天抱怨、满身戾气、
见不得人好的人，请毫不犹豫地物理隔离。这不是冷漠，这是自保。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，警惕一种隐蔽的能量吸血鬼，那就是打着为你好的名义泼冷水的人。哎呀，你那个副业不行的，现在大环境这么差，谁买啊？别折腾了，女孩子安安稳稳找个班上的了，那么拼干嘛？这种人往往不是坏人，甚至是你的亲戚朋友，但他们的认知局限和悲观底色会像黑洞一样吸走你的信心。面对这种人，不要争辩，不要解释，微笑着说一句谢谢关心，然后转身继续做你的事。记住，你的能量很贵，不要浪费在说服别人上。第二，聚焦当下，切断时空内耗。内耗的本质是什么？是你的身体在现在，脑子却跑到了过去或者未来。你在后悔，哎呀，3年前我要是买了那套房就好了。你在焦虑，哎呀，明年裁员裁到我怎么办？这些念头除了消耗你的当下，毫无用处。真正的破局点永远在当下。想提升自己，别去想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大神，而是立刻拿起书读30分钟。想完成目标，别去想这个任务太难了，而是把它拆解成10个小步骤，先做完第1个。我曾陷入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完美主义陷阱，写文章总想写出惊世骇俗的爆款，结果在电脑前枯坐一天，1个字也写不出来，焦虑的掉头发。后来我强迫自己烂开始，不管好坏，先写500字再说。神奇的是，一旦开始敲键盘，那种焦虑感瞬间消失了，思路也慢慢打开了。最后那篇文章虽然不是爆款，但也不差。行动是治愈焦虑的唯一良药。当你动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能量就流动起来了，焦虑自然就没有容身之地。第三，主动建立信息防火墙。在这个时代，注意力比黄金还贵。我们每天被海量的信息轰炸，短视频里的焦虑贩卖，朋友圈里的炫耀攀比，微博上的戾气互撕，这些垃圾信息都在悄悄偷走你的能量。你看似是在休息刷手机，其实大脑在高速运转，处理这些碎片信息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刷了2个小时抖音，感觉比工作了1天还累。学会主动过滤，关掉不必要的推送，取关那些制造焦虑的账号，退出那些只会吹水抱怨的群聊。每天给自己设定离线时间，把注意力收回来，放在工作、阅读或者好好吃一顿饭上。这里我想引入一个概念，真正的休息和假性休息。很多人以为下班回家躺在沙发上刷2小时抖音就是休息，错，那只是让你的眼球和手指在运动，你的大脑依然在被高频刺激，根本没有得到放松。这叫假性休息，结果往往是越玩越累。真正的休息是给大脑做 SPA， 比如冥想、发呆、洗个热水澡，去楼下公园散步看树叶，或者做一顿饭。这些看似无聊的事情，才能让你的脑电波慢下来，真正回血。守住注意力就是守住命。第四，定期进行环境排毒。别小看环境对人的影响，一个杂乱无章的房间会潜意识里让你感到烦躁和压抑。定期断舍离不仅是清理物品，更是清理心绪。每周花1小时，扔掉那些不再穿的衣服、过期的化妆品、落灰的杂物，清理手机相册，删掉几千张无用的截图，梳理通讯录，删掉那些早已不再联系甚至想不起是谁的人。当你把身边的环境整理得清清爽爽时，你会发现内心的杂念也少了很多，能量在一个通透的环境里流动得更加顺畅。这就像给你的电脑清理缓存，如果不清理，内存满了，运行速度自然就慢了。只有腾出空间，新的能量才能进来。最后，我想用马斯洛的一段话作为结尾：心若改变，态度跟着改变；态度改变，习惯跟着改变；
习惯改变，性格跟着改变，性格改变，人生跟着改变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，最大的稳定就是你内心的能量储备。高能量的人不是没有困难，而是他们有底气去把困难变成垫脚石；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他们有能力让理性为情绪引路。愿你修炼出一颗高能量的心。身体有活力，那是你的战车；情绪有韧性，那是你的护盾；认知有弹性，那是你的导航。在人生的这场长跑中，不求跑得最快，但求稳稳地跑完全程，活成你自己最想要的样子。我是所长，我们一起向光而行。